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风起洛阳。上一集呢，我们提到了风起洛阳发生的历史背景，它应该是发生在公元前703年的8月到公元前705年的2月这段时间的某一段。公元703年8月，武则天一怒之下又回到了洛阳。以前很多确定的事，现在都变得不确定了。在这之前的几年，也就是在公元698年，武则天已经确立了李显为太子，后来又在搬到长安以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很明显，当时他是在做从武周王朝回归李唐皇室的准备工作，所以承继大统的应该是李唐皇室，这点在那时候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到武则天回到洛阳以后，一切又都有了变数，而此时朝中的各派势力也都是蠢蠢欲动。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所以没有一方是绝对安全的，但同时对每一方来说也都有机会。风起洛阳这部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剧中主要人物的历史原型一定也是会出于这几股政治力量之中。所以今天呢，我就先梳理一下这几股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在这段时期内的表现。由此呢，咱们对照剧情的发展，或许我们就能够梳理出剧中人物的历史原型，他们到底是谁。咱们先来说说剧中这3位主人公。第一位高秉烛，这个人物呢应该没有什么历史原型。马伯庸先生的作品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些人物往往是虚构的，即使说历史上曾经有这个人，但是呢在剧中他所做的事情历史上是不会有的。比如说12时辰中的张小敬，历史上呢确实曾经有过张小敬这个人，但是呢他所做的与在长安12时辰中所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高秉烛无疑是虚构的人物。第二个人物是百里弘毅，出身于百里家族。百里这个姓氏呢，并不像长孙啊、于文啊、令狐啊这些姓氏原先是出自于鲜卑族。百里这个姓呢，是我们汉族的一个老姓。大家记得在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贤相叫百里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谷大夫，是秦穆公用5张黑山羊皮从市场上买回来的一个奴隶，后来成为了一代名相。百里奚可以说是百里家族的代表人物，但是百里家族在隋唐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名气，恐怕连3流的望族都够不上，所以百里弘毅和百里岩很可能都是虚构的。百里家族唯一能够跟武则天有联系的，恐怕就是百里家族最早的姓氏是姓姬，而武则天在登基以后，经过一番查考，也确定了他们武家的祖先也姓姬。姬呢是周朝的王姓，这也就是为什么武则天称帝以后改国号为周的原因。在剧中呢，还出现了河东柳氏，但实际上呢，河东柳氏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已经是非常的没落。大家知道，武则天在做昭仪的时候，她的主要对手王皇后的母族就是出自于河东柳氏。王皇后的舅舅柳氏呢，曾经是高宗时期的宰相，后来随着王皇后被贬，柳氏家族的人被免官被流放。至少是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翻身的机会，一直到了几十年以后，才慢慢的有了一点复苏的苗头。在唐顺宗时期，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唐宋8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王皇后的舅舅柳氏是柳宗元的堂伯高祖父。咱们再来说说女主角武思月。武思月据她自己说，他们是属于武系的旁支。她的哥哥叫武攸爵，大家可能还记得太平公主的丈夫叫武攸暨，他跟武攸杰的关系一定是非常近，但是他们与武三思和武承嗣之间的关系就远不如武三思、武承嗣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近。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呢要从武则天开始说起。武则天的生母杨氏是武则天父亲武士月的续弦。武士月在这之前呢有一任妻子，不过呢病故了，但是留下了2个儿子。武则天在入宫之前，与她的2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关系呢就一直不太融洽。后来武士月病故以后，家里的权力呢就落到了他的2个儿子身上。这2个人经常是百般的刁难武则天和她的生母杨氏，所以呢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好。后来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把这2个人赶出了京城，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官。再后来武则天的权力越来越大，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多，而身边能够信任的人却远远不够。这时候他想到了他的2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孩子，所以就把他们的孩子招回了京城。这2个人，一个叫武承嗣，一个叫武三思。所以这2个人与武则天的关系呢非常近，算是武则天的亲侄子。而武攸暨的这一支呢，则是出于武士月的哥哥的一支。对武则天来说呢，算是他伯父家的孩子，这应该算是堂侄，关系就远没有与武承嗣与武三思来的那么近。所以不管是武攸暨也好，还是这个剧中的武攸爵，他们都不是武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有人猜测武攸爵是剧中的幕后黑手，我觉得呢不大可能。第一，刚才说了，他们2人不是武家的核心人物。第二，武攸爵这时候担任的不过是一个奉御史。奉御史这个职务呢，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内卫的首领，在历史上呢，只是在宫中负责餐饮啊、药品啊这么一个官儿，级别呢也比较低。也就是说，武攸爵想当幕后的大 boss， 他还真的不够格。武思月在剧中是武攸爵的亲妹妹，所以她也是属于武氏的旁支，在历史上也没有相应的人物与之对应。所以总的来说，从高秉烛到百里弘毅到武思月，这3个主要的人物应该说都是虚构的。这几个人物呢，就承包了马伯庸先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虚的那一部分。现在我们来说说实的那一部分。关于实的这一部分，刚才已经提到了，当时朝中是有3股主要的政治势力，一股是二张，一股是李唐皇室成员，另外一股就是武氏子弟。先说二张，在剧中到第12集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二张的踪迹，或者说他的代理人的踪迹。随着剧情的发展，也许他会出现，这个呢咱们到时再评说。今天咱们先把二张放一放，咱们先来说说李唐皇室子弟。在剧中出现的建阳王太子李敦，毫无疑问就是历史上的太子李显，后来的唐中宗，而太子妃也肯定是后来的韦氏韦皇后。不能确定的是剧中的永川郡主，也就是太子的女儿，因为李显和韦氏总共生了4个女儿，大女儿长宁公主，二女儿永康公主，三女儿永泰公主，四女儿安乐公主。4个女儿年龄差距都不算大，其中的3女儿永泰公主在之前发生的东宫惨案中已经因京剧难产而亡，所以她肯定不会是剧中的永川郡主。大女儿长宁公主是热衷于敛财，后来在唐高宗跟韦皇后执政期间，她是大肆的卖官鬻爵。以前讲过的那个协风官就是她与韦皇后的杰作。似乎长宁公主更热衷于捞钱，对在政治方面并没有过多的参与。另外，二女儿永康公主，她在唐中宗通过神龙政变登上皇位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因何去世，史书上呢没有交代。有没有可能和这部剧的剧情有关？这个呢现在还很难说。再有一个就是安乐公主，目前来看也是最有可能的永川郡主的历史原型。安乐公主是一直对政治比较热衷，后来呢还想当皇太女，希望将来能够继承她爸爸李显的皇位。在剧中，这位临川郡主看起来似乎也不简单，很多个关键的场合都有她。比如说第1集中，春秋道的人在街市上追杀告密者的时候，
永川郡主恰好就在现场。再后来铸造假币的那个地方，以前也是他的田产。虽然说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永川郡主就是历史上的安乐公主，但是呢，可以说她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关键还要看后面剧情的发展，以及这位永川郡主最后是死是活。如果永川郡主在剧里最后是死了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历史上的永康公主，因为历史上的安乐公主是活到了唐中宗继位以后。剧中还有一个李氏皇族成员是东川王李义诊，他称武则天为祖母。那么他在历史上又是谁呢？这个呢也不难猜。武则天的皇孙中有能力而且又能赢得武则天信任的，恐怕只有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一人。既然是皇孙，那么他要么是李显的儿子，要么就是李旦的儿子。从剧中他与永川郡主的关系来看，他肯定不是永川郡主的哥哥或者弟弟，所以他不是李显的儿子，那么他只能是当时的襄王李旦的儿子。而李旦的儿子中，在历史上与武则天曾经产生交集的只有他的第三子李隆基。有一次他去参加朝会，当时负责朝会秩序的一个武氏子弟叫武懿宗的，仗着自己是武家人，对李隆基的手下是大声斥责。当时只有8岁的李隆基就急了，把这个武懿宗是臭骂了一顿。最后武懿宗告状告到了武则天那里，没想到武则天并没有怪罪李隆基，而且还觉得李隆基很像他，有胆气，不像他其他的那些皇孙们那样唯唯诺诺的。所以说剧中的东山王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的李隆基，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东川王在剧中掌管的是一个庞大的情报组织，叫联防。那么联防这个组织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呢？在历史上是查不到有关联防的资料的。不光是联防，连武思越、武幽爵所在的内卫在历史上都没有记载。不过我相信武则天一定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情报机构，也许这个组织一直是秘而不宣，但我相信武则天一定有，因为武则天对情报工作非常的重视。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背后那个强大的情报网，包括他后来实行的告密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情报收集工作。李隆基这时候多大呢？正好是20岁，弱冠之年。他对武则天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肯定是有怕，也有敬，同时也有恨，因为他不会忘记他的生母窦德妃就是被武则天杀死的。当年武则天的宠婢韦团儿诬告窦德妃和李旦的皇四妃刘氏使亚圣之法诅咒武则天，这2个人被武则天叫到宫中以后就人间蒸发了。那个时候李隆基只有9岁，他后来是由他母亲的妹妹，他的小姨抚养长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到李隆基后来登基以后，对他小姨的几个孩子都封了很大的官。他小姨的夫家姓张，唐肃宗李亨也就是李隆基的儿子，他的皇后就是出自于这个张家。这也算是李隆基对他小姨的一种报恩。李隆基的母亲失踪以后，李旦明明知道这是他母亲所为，但是连问都不敢问，因为他也很快遇到了麻烦，被人诬告说要谋反，所以武则天就命令来俊臣来审李旦。来俊臣呢，想从李旦的手下人中打开缺口，让他们能够证明李旦确有谋反之举。面对着来俊臣那些花样百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刑具，李旦府里的那些下人们都吓坏了，准备就是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吧，只要你不对我动刑。当时一直跟在李旦身边的一个太常寺的乐工叫安金藏的，是毫不畏惧，对来俊臣说你们一定要污蔑太子谋反，我说他没反，你们不信，那我就抛心来证明太子的清白。说着话，他一把就夺过了一把佩刀，猛的一下就抛开了自己的肚子，当时肠子都流了出来。
武则天知道这事儿以后，马上让来俊臣把安金藏送到了宫中，派最好的太医给他医治。武则天也被安金藏的这般义举所震撼，于是就让来俊臣终止了对李旦的调查，李旦由此逃出了升天。后来李旦登基做了皇帝，成了唐睿宗，他对安金藏也是厚赏有加。安金藏作为一个粟特人，最后官至国公。李旦和李隆基最后也没有找到窦德妃的尸骨。后来李旦登基以后，是以招魂的方式为窦德妃建了一处衣冠冢。虽然说李隆基可能恨武则天，但是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这时候的武则天年事已高，如果顺利过渡的话，皇位自然就会回到李唐皇室的手里。所以李隆基是不会在这时候生事的，那么他也自然不大可能是幕后的那个大 boss。说完了李氏皇族，自然就要说说武家。在剧中，高秉烛曾经提到过，在5年以前，他与他的好兄弟曾经巧遇了一场行刺事件，被行刺的对象就是当时的建川王李盾，也就是后来的太子李显。高秉烛和他的兄弟出手相助，结果是救了太子，但是他的兄弟们却被一个拿着十字弯刀的人所杀。这件事情也是高秉烛心中永远的痛。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追查这些人的下落。经过多年的调查，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出自于春秋道。高秉烛说5年前，如果剧中的这时候是703年或704年的话，那么5年前就是公元698年或者是699年。这个时间正好是李显被确认为太子的时候。行刺案发生的时候，应该李显还没有被任命为太子，但是恐怕大局已定。李家李显与武家武承嗣的太子之争，这时候应该已经有了结论。而这时候刺杀李显，很有可能就是武家的破釜沉舟之计，是他们的最后一波。那么这样算来，春秋道很可能就是武家培育起来的一股势力。春秋道背后的老板就是武家的人。刚才我们说过，武家的核心人物就是武承嗣和武三思。而在公元699年的时候，武承嗣已经死了。怎么死的？是被气死的，因为他没有得到他多年梦想的太子之位。对于他来说，这时候连死的心都有了，所以他就真的死了。武承嗣死了以后，武家的核心人物就只剩下了武三思。所以春秋道幕后的那个大 boss， 那个幕后的最高首脑，很可能就是武三思。武三思这个人可以说是毫无廉耻，毫无底线。他曾经说过，我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我觉得对我好的人就是善，对我恶的人就是恶。在迫害李唐王室的事情上，武三思是出力最多的。在武则天登基的路上，他也是鞍前马后的，一直是忙个不停。我猜想啊，春秋道这个组织应该是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在武则天登基之前，这个组织就已经存在，就已经开始为武家效力。武则天登基路上肯定做了不少见不得光的事情，特别是对李唐王室人员的迫害。这些事情的背后也可能都有着春秋道的影子。而到了剧中的这个时候，武则天已经有还位于李唐王室的想法，那么这时候春秋道就变成了狡兔死，走狗烹了。武则天不希望春秋道帮着他做过的那些迫害李唐王室成员的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在几年前他就对春秋道进行了一次清剿活动。剧中的武思越也是这样说的，但很有可能春秋道并没有被剿灭干净，它的核心的部分一直掌握在武三思和武承嗣的手里。而这时候武家人可能想借助春秋道的这支神秘力量做最后的一搏，或许他们的计划是杀掉武则天，然后嫁祸于太子李显。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做到渔翁得利。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全盘计划。当然了，这些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呢，也可能我还会不断的修正，各位呢也就听听而已，不必当真。这部剧呢，我已经看到了第12集，到目前为止，除了武思月和武幽爵以外，我还没有看到更重量的武家人出现。但是我相信后面肯定会有的，要不然的话，这个剧恐怕就编不下去了。除了李家、武家和二张以外，其实还有一股政治力量，确切的说是还有一个人，他也是在这场政局中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这个人就是剧中的杨焕，历史上的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是武则天最信任的人，被封为内舍人，外面的人都称他为巾帼宰相，所以剧中呢把他称为宦相倒是一点不夸张。因为这时候的武则天年事已高，所以上官婉儿必须要选择自己将来要投靠的对象，是李家、武家还是二张。而他所在的位置非常重要，自然也就成了各股势力争夺的对象。在历史上，上官婉儿似乎更靠近武三思这边一点，因为他跟武三思本身就是情人关系。但是他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所以说上官婉儿似乎是脚踩两只船，使自己立于了一个不败之地。但最终人算不如天算，他还是被李隆基所杀，那就是后来先天政变时发生的事情了。我以前呢做过2期视频节目，专门介绍从神龙政变到李隆基登基这几年发生的几场政变，比如说重润政变、唐隆政变和先天政变。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看，我呢在这里呢也顺带做个小广告，我会把链接放在我的留言区里，欢迎大家观看。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以及在前几年观看《长安12时辰》时，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他们行礼的方式，是一种抱拳，但是把大拇指翘起来的样子。这种礼呢叫插手礼，在唐朝、五代以及宋朝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流行。这种礼的来源呢有2种说法，一种是说来自于佛教的金刚插手，另外呢是说来自于波斯的单手扶胸礼。因为中国人是以双手为敬，所以呢就结合了中国人以前的抱拳礼、揖礼，而形成了唐宋时期的插手礼。唐宋呢又略有不同。说起这行礼呢，我不禁又要稍微的跑一下题。中国古代呢一直都有抱拳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揖礼，或者叫作揖，就是双手抱拳往前推，然后俯身行礼。如果是拜见君王或者祭祀的时候呢，还要行那种顿手的大礼，那就要跪在地上行礼。说起这跪呀，上一期呢我曾经谈到过，在武则天时期，女子是只拜不跪。那为什么女子有这项特权呢？是不是因为武则天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之所以武则天规定女子只拜不跪的原因，就是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她更多的会从女人的角度来想问题。因为古时候的女人头上都戴着很多的装饰品，比如说簪子呀、钗呀、珠花呀等等，林林总总。这些东西呢，有的是为了好看，有的呢是为了固定发型用的。如果让女子像男子一样跪地行礼的话，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在跪之前，这些贵妇人们个个是珠光宝气，满头是熠熠生辉，等跪下来以后，磕2个头以后，再抬起头来，个个都变成贞子了，披头散发，而且地上可能竟是他们头上的装饰品。所以武则天规定女子只拜不跪，这又不禁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公案，叫子建男子。说的是孔子在魏国的时候被迫去觐见魏国的国君夫人南子。为什么是被迫呢？是因为南子这个女人的名声不太好，
他是宋国人，在未嫁娶之前就与宋国的美男子宋朝眉来眼去。她嫁给了卫灵公以后，依然是与宋朝保持联系。而卫灵公呢，倒是非常的大方，还经常的把宋朝接到了魏国来与他的夫人相会。卫灵公为什么如此的大方呢？那可能是因为他本身的兴趣就不在男子的身上。卫灵公有一个男宠叫糜子瑕，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一起在果园中游玩，糜子瑕顺手摘了一个桃，咬了一口，觉得很好吃，就把剩下的桃给了卫灵公。卫灵公也不嫌弃，接过桃来就大嚼了起来。一边嚼一边夸奖糜子瑕说：“这么美味的桃，你竟然愿意与我分吃，可见你对我情谊深厚啊！这个桃确实美味，好像里面还有一条虫子。”这就是断袖分桃中“分桃”这个词的由来。再后来，糜子瑕老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卫灵公对他也是色衰爱弛。又想起他曾经把一个吃剩的桃给自己吃，越发的对其不满。后来找个理由就把糜子瑕赶出了王宫。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色衰爱弛和鱼桃之罪的典故的由来。男子的名声不好，作为大贤的孔子不愿意见他，但是呢，这时候孔子就带着他的弟子们住在魏国的地界上。俗话说，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所以无奈之下，孔子就去拜见了男子。拜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之间是隔着一层帷帐。当时孔子是行君臣之礼，男子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敬，也要跪下来行礼。那时候自然还没有只拜不跪这一说，所以当时的房间中寂静无声，只听到了环佩叮当作响的声音。孔子行完礼以后，跟男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呢，没有人知道。所以说，这是一桩公案。孔子的学生子路非常耿直，对孔子的行为呢非常不满。孔子呢就赶紧为自己辩解，对子路说：“我们真的没干什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如果我说在下拜行礼以后，我就一直在为男子捡地上的拆子簪子，这个你信不信？”子路肯定是不信。于是孔子就大叫：“如果我真做了那样的事情的话，天厌之，天厌之。”其实啊，很大可能孔子什么都没做。但是因为他是圣贤，所以呢，后人呢就对他苛责太多。也许早在九泉之下的孔子非常的后悔当年与男子的相见，他可能现在很想对他身边的所有人说我不是圣贤，不是圣贤，我当年就是贤的。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 Frank 为您讲述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